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迪丽热巴解约加航，顶流与经纪公司的权力博弈。2026年的娱乐圈似乎刚开年就迎来了一次不小的震动，迪丽热巴与合作长达13年的嘉行传媒正式解约。这一消息在业内传开后，很快引发广泛关注。对于普通观众来说，这或许只是又一次明星更换经纪公司的新闻，但在业内人士眼中，这场看似平静的分手背后，其实隐藏着顶流艺人与老牌经纪公司之间一场复杂而微妙的博弈。资源、话语权、未来发展方向，这些长期潜藏在合作关系中的问题，终于在这一刻集中爆发。2月26日，双方合约到期。这一天原本被外界视为一个关键节点，因为按照娱乐圈的惯例，经纪公司通常会第一时间发布声明，要么宣布续约，要么说明合作结束。但这一次，嘉行传媒却选择了异常沉默，没有官宣，没有解释，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回应。这种反常的态度与嘉行过去辟谣速度极快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。在娱乐行业中，沉默往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。许多业内人士很快解读出一个信号，双方确实已经结束合作，只是选择用一种相对克制的方式对外处理。与此同时，迪丽热巴个人工作室上海竞艳影视已经悄然接管了她的所有事务，从商务对接到宣传安排，再到团队配置，都出现了明显变化。更引人注意的是，她的经纪团队也发生了调整。有消息称，新团队中出现了曾经负责杨幂事业运作的一些核心成员。这一变化在业内引发不少讨论，因为杨幂曾经也是从嘉行体系中走向独立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如今迪丽热巴在团队构成上出现类似变化，让很多人认为她正在尝试复制一种相对成熟的顶流独立运营模式。整个转变过程发生得非常迅速，从合约到期到团队调整，几乎没有给外界太多缓冲时间。这种节奏在娱乐圈并不常见，也让许多人感到有些措手不及。而真正让舆论迅速升温的导火索，则是3月初的一起突发事件——迪拜滞留风波。当时迪丽热巴原本计划经由迪拜转机前往巴黎参加时装周活动，但由于行程安排出现问题，她被迫滞留在当地长达72小时。这件事情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行程意外，但随后曝光的一些细节却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。有粉丝发现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她的部分工作人员，包括化妆师和经纪人等，却已经按原计划抵达巴黎。换句话说，艺人本人被困在中东地区，而团队却提前离开。这个细节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，引发大量讨论。与此同时，粉丝还注意到，早在2月28日，中国外交部就已经发布过关于中东地区安全状况的提醒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迪丽热巴仍然滞留当地3天，更让不少人感到担忧。社交平台上很快出现大量质疑声音，很多粉丝认为团队的行程安排存在明显问题。然而更令舆论不满的是，官方回应的速度相对缓慢，直到3天后，相关工作室才发布声明，对未能如期参加活动向品牌方致歉。但声明的重点更多放在行程安排和活动缺席上，对于艺人安全问题的说明却相对简略。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被不少网友解读为公关不到位，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甩锅式回应。这份声明不仅没有平息争议，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粉丝的不满情绪。一时间，关于团队管理、资源协调以及艺人安全保障的讨论迅速发酵。
而在这场舆论风暴背后，很多人也开始重新审视迪丽热巴与嘉行传媒之间的合作关系。事实上，在解约之前，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多次被外界猜测出现裂痕。随着迪丽热巴逐渐成长为一线顶流，她的商业价值与资源需求也在不断扩大。对于一个拥有国际品牌代言和高关注度的艺人来说，团队的运作能力显得尤为重要。脱离嘉行之后，迪丽热巴也正在经历一种阵痛式自由。从某种角度看，独立意味着更多自主权，但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责任。好的一面是，他目前仍然拥有相当稳固的商业基础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他手中仍然握有11个品牌代言，其中包括5个奢侈品牌合作。这意味着他的市场认可度并没有因为解约而出现明显动摇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部待播剧集《白日提灯》，虽然作品尚未正式上线，但在社交平台上已经积累了不小的讨论度。许多业内人士认为，只要作品表现稳定，他的演员地位依然会保持在头部位置。但问题同样存在，对于一个刚刚独立运营的团队来说，很多基础条件仍然需要重新建立。比如个人工作室至今还没有获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，这意味着在某些项目合作中仍需要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协调。同时，新团队在跨国资源对接方面也需要时间积累经验。娱乐行业是一个高度依赖资源网络的行业，许多国际合作关系往往建立在长期合作基础之上。一旦艺人脱离原有体系，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段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在合约即将到期的阶段，双方之间确实出现过一些谈判。据说嘉行曾尝试通过资源调整的方式，希望推动续约谈判继续进行，甚至暂停了一些潜在的品牌合作项目。虽然这些说法无法得到完全证实，但类似的操作在传统经济体系中并不罕见。在过去的娱乐行业模式里，艺人往往被视为公司资产的一部分，公司负责资源、项目和商业合作，而艺人则依赖公司平台获得发展机会。当双方合作顺利时，这种模式可以运转得非常稳定。但一旦艺人成长到足够独立的阶段，矛盾也就容易显现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次解约事件就像一面镜子，折射出娱乐行业的现实结构。当一个艺人从公司资产转变为独立个体时，权力关系必然会发生变化。旧有体系中的资源控制、团队结构以及利益分配都需要重新调整。迪丽热巴的选择或许正代表着一种新的趋势。越来越多头部艺人在达到一定阶段后，会尝试建立自己的运营体系。这不仅意味着更大的自主权，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风险。但对于已经拥有稳定市场基础的顶流艺人来说，这种选择往往是迟早要面对的。至于网络上传出的代言清零说法，其实很快就被现实情况所打破。根据业内观察，目前仍有不少品牌在与他的团队保持沟通。有消息称，在他工作室办公地点外，近期甚至出现了多家品牌方排队洽谈合作的情况。从商业逻辑来看，这其实并不难理解。品牌选择代言人时，最看重的往往是市场影响力、公众认知度以及长期稳定的形象价值。只要这些核心因素没有改变，合作机会自然不会消失。因此，这场解约风波最终留下的，也许不仅仅是一段合作关系的结束，更像是娱乐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缩影。当艺人逐渐从依附平台走向独立运营时，整个行业的权力结构也在慢慢调整。迪丽热巴此刻正站在这个变化的节点上，未来的道路不会完全平坦，但也充满可能。
对于一个已经在行业中站稳脚跟的演员来说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某一次风波，而是能否在新的阶段里继续保持作品与商业价值的稳定。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他显然仍然拥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这场转型。时间会证明，这场解约究竟是一次风险，还是一次新的起点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当一个顶流艺人选择重新掌控自己的事业方向时，整个行业都会因此多看一眼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